哟，我来了。哟，他来了！今天他又带着一个非常强的交易系统回来了。大家好，我是阿勾力。我们今天来验证一个交易策略，是币圈半神分享过的他的一套胜率极高的 MACD 的交易方法。然后这个投机实验室的频道把他的方法做了一下总结，手动回测了一下，他是手动回测了177天，胜率95%，收益率是420%，翻了4倍啊！这一年下来，不是轻轻松松10来倍的收益。这要是放在半神的巅峰时期，我确实相信币圈的老人啊，应该知道半神，他是几千美金起步，巅峰时期有400多倍的收益。只不过现在他在公开的媒体上发言比较少了。最近的一次他分享的内容应该是他预测大饼在减半前后的一个价格，不过看目前大饼的价格啊，跟他的预测还是有比较大的出入的。不过这都无所谓啊，我们今天就是根据投机实验室总结的他的这个交易规则，我们根据他这个视频里面的规则去把半神的这个策略啊量化一下，看一看究竟有没有这么大的盈利效果。这个视频是他这个频道最热门的一个视频，目前有46万次观看，看来真的很多人很关注啊，很喜欢半神的这套 MACD 战法。我呢也还是老规矩啊，我会把量化之后的这个半神 MACD EA 放在网盘上，大家可以自行的去下载，进行你们自己做的这些交易品种的一个回测。而你们要做的就是像这位仁兄一样，锤爆我的关注按钮。开个玩笑哈，我还是挺喜欢这个投机实验室做的这些视频的。他的视频啊，观看起来比较舒服啊，他的这些画面啊、特效啊，都比我要做的好很多啊，这都是我要学习的。这个策略它使用到2个指标，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MACD， 这里我们主要使用的是它的这个柱状体啊，也就是当市场波幅加剧的时候，这个 MACD 的柱状体的这个波峰啊就会增加，当它的这个市场变得萎靡的时候啊，这个 MACD 的柱状体同样也会缩小。而这套交易系统就是寻找 MACD 的顶底背离去做这个做单信号的。这里有一点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它是需要寻找波峰相差较大的背离。大家注意较大这个用词啊，也就是你连续的2个的波峰之间，它们的这个 MACD 的柱状体的差距啊要比较大，它才符合它的做单条件。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背离都会去开仓的。比如说这里的这个柱状体的峰值在这里，然后另一个峰值在这里，如果把它们峰值之间的这个比例定义为2倍的话，那么你这一笔订单啊就是不能开仓的啊。如果你设置为1.2倍的话，那可能还是满足开仓条件。然后 MACD 的具体参数的话，这个投机实验室它用的是这个13、34和9。注意啊，我这里列举的包括这里的 ATR， 这里列举的所有的参数都是原视频所使用的，它不代表我赞同啊。另外还有个指标就是我们的这个ATR 指标啊 ，ATR 它的参数是使用的。原视频应该使用的是13啊，不是14啊，14是这个 ATR 的默认参数，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计算止损点位的。我们假设说，我们假设这笔订单啊，在这根柱的时候产生了这个做单信号，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进场的话，我们的止损就需要设定在距离它最高价的一个 ATR 的数值。那么我们的止损价位的话，就是需要从这里拉一个固定的，也就是这里的ATR 的数值，大概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啊，作为它的止损价位。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原视频它是如何使用这2个指标的啊，也就是这个策略的一个具体的操作细节。它是用在这个比特币的15分钟图表的啊。
开仓条件就是当 MACD 的柱状体形成了顶底背离，也就是当我们的价格，我们这上面这个价格的波峰它是呈现往上走的一个趋势，但是 MACD 的波峰它是呈现一个往下走的趋势，这样的话就满足我们这里的话就是满足一个做空的条件。相反的话，当我们的这个 MACD 它是趋势是往上走的，但是我们的价格的低点却是逐步往下走的，那么这里就满足我们的一个做多的条件。另外就是我看原视频啊，对于这个顶底背离的判断，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问题的。它是使用的转折的第一根 MACD 作为确认条件，这个我个人不认同啊，因为你这样看图的话，确实很明显啊，因为行情已经走出来了，你是能够看出这个背离的。但是当行情没有走完的时候，你其实是很难看出来的啊。如果只是使用第一根 MACD 的转折的话，就认为是背离了，那么这种背离可就太多了啊！背了之后还要背。我看原视频的这个评论区也有很多人反映这个问题啊。原博主的回答是这个要看具体的感觉。说实话，感觉这个东西啊，它模棱两可。不要说人和人之间，因为不同的经历，他看待图表的感觉不一样。单说即便是你是同一个人，你在今天和你下一个月再回头来看同样的这个图表形态，你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做量化的话，就不能说是以这种形式去开仓。我们只有当行情最起码它要走出几根之后我们才可以判断它究竟是不是满足背离的条件。这是我们的开仓而止损的话，就是使用的关键 K 的最低点和最高点减去相应的 ATR 的值。止盈的话就是使用固定的盈亏比原视频是他在评论区说的是1:2。然后满足条件的话，我们就在关键 K 的位置进行开仓。我看原视频演示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演示的这个进场点其实有一点这个未来函数的感觉因为即便是你使用这个 MACD 第一根柱即便转折柱就进场的话，那么针对于这样的条件的话，你应该使用的是这根 K 的收盘价进场，而不是这根 K 的开盘价作为进场。而且止损的话，你是使用的关键 K 的最低点，再加上相应的 ATR 作为止损的。那么这个关键 K， 即便你使用第一根那么这个关键 K 它还没有走完呢，那么这个最低点你是没有办法进行确认的包括你的这个进场价位其实也不太对所以针对它这个案例的话，真实的情况是你的进场价位要往上拉很多，你的止损要往下拉更多。如果再加上这个手续费隔夜费点差滑点这些正常的交易成本的话，那么你这笔交易的盈亏比可能真的是距离他这里举例的这个 8.7 倍的话要少很多很多。而且正常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是去每一笔都评在这么很完美的点位针对于他这里的空单举例的话，也是同样的逻辑你得等价格走完之后你才能确定。所以这里的进场价位应该是在这根阴线的收盘价。同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加上手续费、隔夜费、点差这些正常的交易成本之后，即便你是在如此完美的这个平仓点位去计算你的盈亏比依旧会少很多很多这也是这个手动交易者和量化交易者思维上的一个很大的差距多数体现在这个复盘上手动交易者复盘来说基本上是很少考虑这个交易成本的问题最起码
很多视频里面展示出来的都不怎么考虑这个交易成本，但是其实成本啊，对于一个策略影响真的很大很大。即便是你按照某些固定的方式啊，去固定的提取掉相应的这个交易成本啊，但是你手动回测出来的绩效啊，也会远远比量化回测出来的真实的绩效要好很多很多。我回忆起我很多年前我设计到一套1分钟级别的交易策略啊，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进行这个，那时候我在做手动交易啊，我花了很长时间去进行手动的复盘了10多个品种，然后5、6年的价格行情，花了我很多时间，并且回测完成之后啊，我那个时候我想着这个交易成本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我就固定的去把最终的一个结果啊减掉了官方平台相应的一个手续费。但是即便如此啊，我回测出来的这个报告啊，它的效果啊依旧是很好很好。但是当我实盘交易一段时间之后啊，我就发现啊，它不是这样的啊，很多交易成本你是没有办法光看一个图表去进行计算的啊。就单说点差啊，你看图表你是没有办法知道当前这个时刻它的点差是多少的。做外汇的知道啊，如果你是没有点差，你又没有手续费，那么你肯定稳赚啊。所以我也是给很多人都建议啊，如果你认为你的交易策略啊真的可以盈利，那么请你花点时间，尽可能的写成量化，尽可能科学的去进行回测。有人可能会说啊，量化很多规则啊，我的策略没有办法确定，它是需要我肉眼识别的，这没错啊。但是如果一个策略真的有效，那么它肯定啊是有一个比较核心的、比较底层的交易逻辑在里面的。量化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回测一下它这个底层的逻辑究竟有没有效果。而如果策略是需要结合那些边边角角才可以达到盈利的效果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啊，它的真实的盈利情况是需要大打折扣的啊，是值得怀疑的。就像目前这个交易策略啊，它的核心的底层逻辑就是近期价格运动的一个趋势啊，究竟有没有减弱啊？这是这个策略的核心。我们要测试的就是这个核心的盈利效果。如果影响这个策略的最深的一个条件，它都没有办法达到盈利的效果的话，那么也就没有必要说再去考虑其他的一些边边角角的一些条件了。好，这就是这套策略的一个完整的交易规则。接下来我们结合盘面去看一下具体的细节。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啊，绿色的线代表的是一个做多的信号，因为形成了一个价格与 MACD 的一个顶底的一个背离，并且我们这里的这个柱状体啊，我这里是按照原策略的 1.5 倍去计算的啊，所以这里应该是满足的。那么我们就在这根 K 去进场啊，进行下单。为什么是在这根 K， 不是说这根 K 呢？不是说这根 K 呢？因为在这根 K 的时候，你的行情其实还并没有走出来。你如果在这根去做的话，那么你为什么不在这根也去做呢？所以我们回测的时候一定要严谨一点啊。它跟你肉眼看到的这个实盘的一个效果，它是不一样的啊。然后我们再往前看一点。红色的话代表一个看空的信号，但是不是说所有红色的线都满足一个背离的一个状态的啊。只有你做了交易，只有我这里有交易产生，才认为它是一个符合逻辑的背离。比如说这一笔，那么价格再往上，然后 MACD 的柱状体再往下，并且这个波峰的值是这个波峰的 1.5 倍中间也没有出现反向的柱状体，那么就满足一个背离的状态。我们在这里做单啊，最终被打损。然后是这一块的背离啊，这一块的背离的话也是满足做多的一个条件啊，很可惜最终也是被打损了。然后这里的话看形态的话满足背离，但是呢我们看这里的波峰和这里波峰的这个间距啊，不满足我们 1.5 倍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是不能够下单的。
再往前看的话，这里也是同样了，这两个波峰之间有反向的啊，并且还不少反向的这种柱状体，那么它同样是不满足一个顶底背离的一个状态的。包括这里的话，它大概率就是这个波峰与这个波峰之间的比例啊不到 1.5 倍，所以它是不满足的啊，就不能去下单啊。这里的话是满足的，这里也是满足的，就是相差较大的波峰，我们才认为它是一个合理的背离啊。不过可惜的是，我们这里依旧也是被打损啊。然后我们就不看了啊。接下来我们把它完整的跑一下啊，看一下一个完整的这个资金曲线是什么样的啊，究竟有没有盈利的效果？原策略它回测的是21年的1月份吧，到22年的4月份。我们这里的话就使用21年一直至今这个24年的5月份去进行回测。我们使用这个比特币的15分钟图表啊。然后我们回测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EA 具体的使用啊，就是这些参数的含义。首先这三个应该不需用多说了吧，这两个是具体的止损方式啊。选择1和100的话，就代表的是使用的每次下单使用最多亏损$100的一个方式去做啊。然后这里是做单周期的话，我们就按照这里的15分钟啊来进行。然后具体的盈亏比的话，我看原视频的评论区使用的是2倍啊，所以我这里就用2。然后止损的话是使用的1。背离检测 K 的话，这个代表的其实就是一个，只要这个数值它如果越小的话，那么你检测出来的背离啊就会越多。但是相应的，它跟我们常规理解的这个背离可能就越偏离啊。所以尽量设置的合理一点啊，但是更大的话，那么你检测的背离的话就会越少，你的交易笔数就会很少。另外这个策略啊，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交易笔数真的很少啊，尤其你是要寻找这种波峰之间差距比较大的这种背离，那就真的是比较少啊。它这里的要求原策略的规则是 1.5 倍啊。如果你写1的话，那么就代表是没有要求啊，只要是出现这种背离都满足条件。但是按照半神的意思是，你这个就是相差越大的话，你胜率越高啊。但是我建议也还是设置的合理一点啊，因为你太高的话，你还是检测出来的背离就会越少。然后这里的最多的反向柱的话，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就拿这里举例吧，比如说这里形成背离之后，如果这些中间的这一块的柱啊，它有一些跑到上面来了，也就跑到零轴之上的话，那么有时候我们其实肉眼来说还是会把它认为是满足一个背离条件的啊。但是你想严格一点的话，你就把它设置为0啊，也就是你不能有一点柱状体出现在零轴上方啊。但是这样的话，同样你的这个检测出来的背离就会更少啊。然后接下来就是 MACD 的参数啊，快线、卖线，还有这个 Signal。原策略使用的是13、34啊、9，然后 ATR 的话，它是使用的是13啊。好，这就是所有的参数啊。我们把它具体回测一下，看一下效果。这就是这个策略的一个真实的绩效啊，其实跟我设想中没有太大的差别啊。当然这个投机实验室它应该也不是说故意说给你们呈现一个比较好的回测结果啊，因为它的真实的回测啊是有很多交易成本的啊，包括它的进场点啊，原博主他演示的也有一些小问题，可能就是这些问题啊导致它回测出来的绩效过好了。其实很多策略都是这样的啊，你不加交易成本啊，你的绩效就会很好。但是那么完美的这个回测环境，它在我们实盘的时候是不存在的啊。并且我认为啊，这个半神的交易策略啊，我也看过他之前分享的一些内容啊。半神他在做单的时候啊，
它也不是说光靠这个 MACD 的顶底背离去做单的啊。如果币圈的老人看过他的一些视频的话，会知道啊，他用到的这个交易指标啊是很多很多的。说实话，他的盘面啊就是密密麻麻的，加了很多指标，然后再结合他个人对于币圈的认知啊，才造就了他400倍的一个收益啊。这里面其实也是我经常说的啊，就是你不能老想着去找一套圣杯，然后去躺赚啊。你需要做的就是要有一种结合，有一种组合的一种全局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你老是一根筋想着有一套稳赚的交易方法，然后吃一辈子啊，那不太可能啊。好，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其余的交易品种我就不去回测了啊，感兴趣的可以自行去下载，然后做自己的回测。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